Hi, welcome back to the Long Rim. 嗨，欢迎回到道次第进修营。今天我们这集叫做“我的天堂细节”，意思是你知道如何非常有觉知的、仔细的并成功的安排你的未来天堂。我们即将开始，他还在谈论戒律的好处。我记得很多年前，我想成为一位素食者，但当时我住在一个蒙古小寺院，那里有10到15个80岁的老和尚，他们全都吃肉，而我是厨师，我得做饭，也得煮肉给他们吃。我决定不吃肉了，但是我不知道如何摆脱这一状况。有一天，我说我的胃痛，要去看医生，每个人都喜欢这个医生，因为他对和尚只收$5。在美国，他是一位年纪很大的乡村医生。不管怎样，我开车去那里，我坐在车里，并没有去他的办公室。我等了大概45分钟，然后开车回寺院，告知了其他僧人。他们问你还好吗？我说还好，但是医生说我得戒掉肉，不能再吃肉了。他们又问，但你能煮肉吗？我说可以，我可以煮肉。如果你们需要我煮肉，我可以，但是我不能再吃肉了。他们说好的，好的。然后我就余生开始吃冷冻通心粉。但有一位地位非常高的蒙古格西，他眼睛失明了。我当时住在隔壁，他来找我，他年纪大，又失明，还是大大的格西。他说戒掉肉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是一件好事，但受戒会更好。我们举行了一个小仪式，我从他那里受了不食肉的戒律，这是很美好的事情。这就是我们要谈论的一小部分，戒律的力量，还有持戒去做某事与仅仅决定去做某事之间的区别。这里提到，我们现在进入文本。当我们受持这些别解脱戒时，不管是终生居士戒还是手持十善业，或者你想要更深入，你可以成为沙弥或者沙弥尼或正学女或比丘或比丘尼。这里说，当你受持这些戒律的时候，当你从 Ken Lo Ganden 获得它们， Ken 意思是堪布，现在指的是住持。但在古老律经中，跟听混合坚果课程的人就知道。顺便提一下，随时欢迎你们来到混合坚果的课程，你应该去了解一下，他们是非常特别的翻译课程，我认为是世界上最好的。所有伟大的经典，不同种类的伟大经典同时进行，所以这里 Kampo 指的是你受戒的人，你的戒律。Lo 指的是不同的 Lopen 或者是 Acharya， 意思是给你受戒人的助手。如果你要成为一个比丘或比丘尼，就有一个戒师，会有一些主要人员协助受戒仪式，他们被称作 Lobon。 Ganden 意思是要有足够的比丘来生成新比丘，参与人数有特定的要求，或者应该有多少僧侣参加。当你去受持这些戒律的时候，你要从最少5个、6个人这儿受戒，有时更多。当你打破自己的承诺时，那些可能被打破的承诺
比如说，我觉得自己不想吃肉一样的普通承诺，或者东瓦，意思是你做的更为正式的承诺。但是如果你破了戒 ，Shabbat 当你净化自己 ，Shabbat 意思是当你敞开心扉，告诉另一个人你犯的错误时，这是一个净化业力种子的重要元素。当你犯戒，当你打开心扉，并且承认你做过什么 ，Shabbat 你应该尽量在你的一些受戒师给你受戒的人面前做。这就是为什么住在寺院里是非常有力量的。因为当你到那里，你从特定的人那里受特定的戒，然后你生活在这些人身边度过余生，很多时候这些人就伴随你一生，所以他们总是在那里。你有机会走进他们的房间，说今天我犯错了，我破戒了，然后我对着对我受戒的人忏悔，这是非常强大的。是否可以选择坐在自己的房间做个小小的忏悔？比如，我今天破戒了，我犯了错，我破了这条戒，我很抱歉，今后我会尽量控制我自己。文本这里，帕邦克仁波切说：“这样够吗？”他说：“这取决于你做了什么。”意味着，如果你只是破了一些普通道德规则，那可能可以就坐在自己房间，并做出真诚的忏悔。大声忏悔会有用，承诺不再犯，做自己的4力量，你就能清除那颗负面的种子。但是他说如果你从另一个人这里受了特定的戒律，我认为这里的暗示是你仍然可以找到他们，那你就应该去找他们，告诉他们我破戒了，否则你是不可能把它清理干净的。所以那是一个相当有力的陈述。当你破了从他人那里受的戒，你真的应该去找那个人，并向他们解释你破了什么戒，或者类似的人，同等资历或正直的人，你去找他们并向他们忏悔。他说这是你可以彻底清除那颗种子的唯一方法。这里有一个传统，比如在菩萨戒里，对着你佛龛上的佛像或与之类似的去忏悔，这也可以。假如你没有其他选择，比如你在3年大闭关什么的，你不见任何人，这显然是比较合适的。如果你不能找到其他人去忏悔，那么这是合适的。但是如果我们内心有强烈的愿望，我觉得自己就强烈的想要别人喜欢我，我想要别人认为我是个好人。如果别人看见我做了错事，会让我痛苦。所以像大多数人一样，我会去掩饰，这叫查瓦。我尝试掩饰自己的错误。这里有个笑话，笑话就是我们经常花更多的时间去掩饰自己做错的事，而不是去修正或不去做，或只是停止不做。我们花更多的精力尝试掩盖我们做的事情。所以我想在这里说，在这里加点内容。如果可以的话，告诉他人，任何人都行，好吗？告诉其他人。这里有个要求，他们必须是个人，他们必须有耳朵，显然必然明白你的语言。告白给别人，这样这颗坏种子就会变小很多。
我们这里有张图片，我找到这张女士去商店的图片，她在商店买某个特殊的东西，这是一种奇怪的盒子，我不知道为什么她要买它，但是她喜欢。在美国商店的特定商品，假设是一个连锁商店，大约有30家店。如果是像这个盒子一样的奇怪商品，你得把它退还给买这个商品的商店。如果你不喜欢，你不能把它带到其他分店，你得把它退还给你买这个物品的商店。这使我想起这个主意。如果可以找到给你受戒的人，你得找他们，并告诉他们你是什么时候破的戒。那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你是如何受戒的。你可以受戒、菩萨戒、密戒，你可以从一位著名的喇嘛那里受戒，或者正在教授成百上千甚至上万人的著名上师那里，他们在受戒，你可以从他们那里受戒，这是很殊胜的。但也有一个传统，从与你住的地方相近的人那里受戒会很好。如果可能的话，从同一个社区的人那里受戒。那当你破戒的时候，可以回到你购买戒的商店，你可以很高效地清除，因为他们在日后都看着你。我的上师，我与他一起生活了将近30年。我的确尝试去找他忏悔，我会敲他的门。开始的几次，他很认真地听我讲。他说：“好吧，别再那么做啦。”之后，这变得对他来说很平常了。我会打开门，说我要与他聊聊。他说：“我知道，我知道。”事情很清楚，我甚至知道你破的是哪条戒，我看得出来。我说我很抱歉，我总是在忏悔后感觉会好很多，最终对我来说是管用的。我觉得通过向他敞开，让我摆脱我的坏习惯，所以我真的鼓励你这么做。现在帕邦克仁波切开始谈论小的事情。在美式英语中有一个表达方式，一切都在细节里，一切都在小的事情里。这里说，如果你考虑自己手持的所有不同的戒律或者承诺，有一些很微小很微小的，他们几乎不算作戒律，他们仅仅是最小的戒律结尾的一种强烈建议而已。Chablan 意思是尽量在饭后漱口，你就不会有口气伤害他人。Some 意思是鞋子，恰当的时候要脱下你的鞋子。比如你进一间寺庙，或者你要坐在冥想垫上，特别是别人的冥想垫。假设你没有那么做，你打破了这个微小建议。或者在一些小事情上，你篡改了手持的戒律。僧人是不建议穿带袖子的衣服的，我们应该一直穿无袖上衣，叫做洞嘎。我们应该一直穿这些。我认识的每个僧人，如果冷的话，如果你在蒙古而且下雪的话，他们会穿上一件夹克。严格来说，戒律里是不允许夹克的，但是戒律是写于印度中部，那里从不下雪。这些小事情、小的建议，如果真的想仔细些，我们就应该手持。所以仁波切想讨论这些，然后他说
或者是与之类似的其他事情。但是如果你发现自己不能手持这些事情，不要小看它，不要忽略它。如果你是蒙古僧人，也许你得穿上夹克，也许你必须这样做，但是不要轻视它，别以为这不重要，不要自认为你能不遵守规矩就不用遵守规矩，依然保持身体健康，好吗？所以即使这些微小的建议也不要轻视。你可以守 Pamba Shilamatukin， 这些是不同层次的戒律。Pamba 是第一级的戒律， Hama 是第二级的戒律。Pamba 字面上的意思是毁灭。如果你犯戒了，你的戒就毁灭了。比如你杀了一个人。Hakma 意思是你没有全部失去你的戒，但是你失去了很多，还留下一点。累，这些都是很严重的比丘戒。这是一个有趣的概念。一个观点，尤其是一种比丘或比丘尼的心态。或者那些持守菩萨戒的，我们必须牢记于心的一件事是，我们在别人眼里是什么样的，不是以自大的方式，但是我们必须想，如果你是修行的人，那么很重要并很有用的是要去思考，你在他人面前形象如何？我在美国生活，佛教非常罕见，我们不普遍。我的一些邻居发现我是一名佛教徒，他们就观察我。他们是非常传统的基督徒，他们一直在观察我，因为对他们来说我是佛教徒。明白我的意思了吗？对于我的邻居来说，我是佛教徒。如果我举止友善，他们就会尊敬佛陀，这对他们来说是颗好种子。如果我犯了一些小错误，你会看见，因为这些小错误，帕本卡仁波切在这里说，小错比大错更容易给人留下印象。我觉得，如果邻居发现我在小时候从商店偷了东西，我有了案底，我觉得他们不会很介意，因为我们社区很多人都有这种类型的小案底。但是，如果我把我的垃圾桶多在街道上放一天，他们就会说佛教徒是坏人，佛教徒不是什么好人。他们把垃圾桶放在外面太久了。我认为帕本卡仁波切在这里说的很有趣，是那些小事情给人们留下你和你修行道路的印象。如果你说我是道次第的修行者，我在跟随道次第，我参加所有线上的道次第活动，我要成为一名道次第大师，在线上是可以做到的。我猜这是很酷的，因为你要的话可以一遍又一遍的看。那么你就必须看看自己在这些小事情上是如何表现的，从小事情上。然后帕本卡仁波切把讨论带到了一个有意思的方向。有点像 DCI， 像一堂很好的 DCI 教授，他把讨论带到了一个有意思的方向。他说：“好吧，假设你是一名僧人，在饭后不漱口。”你们可以看到这幅图，这位商人不刷牙，然后他来到自己的办公室，他大声阅读的时候，他口气真的很不好闻，他的口气让他的助理感觉糟糕。他甚至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也没有想到这一点，这是件小事，不是什么大事。但是帕本卡仁波切说，但你应该经历
有些步骤可以让僧人清除，即便是很小的坏种子。邦洞意思是这些不是很严肃的戒律，不是重戒，他们严肃但不是重戒。这里有办法可以清除坏种子，称为净了，就是加持。这些是减少因打破较小戒律而得到坏种子的方法。你应该很努力地去净化这些你犯错时种下的小种子。如果你没有刷牙就去上班，那么你会因为口气而杀了你的助理。你意识到了，那你就应该有所动作去清除那个微小的坏种子。为什么呢？即使是在常人世界，这是一句常用的经文开场白。即使是在常人世界，别说佛教寺院，别说是道次第进修营，即使是在常人世界，在这个世界上，孔心意思是确定午餐或为午餐准备食物。茶意思是给自己做一杯咖啡，其实是茶，是藏式咖啡。这让我口渴了。你想要沏一杯好茶吗？顺便说说茶，就像咖啡是美国文化的基础一样，酥油茶是西藏文化的基础。当我到达寺院后，发生在我身上的第一件事是，首先新人必须做饭，所以第一天我就被安排去做饭去了，一做就是8年。这对我来说很好，对我的傲慢有益。他们会教我如何做出一杯美味的西藏茶。沏一杯西藏茶是很难的，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必须要有盐、黄油、苏打、豆蔻、牛奶、奶油、中国黑茶，然后你要用茶洞，你要用一个，你们管这些东西叫什么？搅拌黄油的，你得用一个搅拌器，需要花很长时间，这很难做的。做好一杯美味的藏茶很难，我的老师每天要喝大约25杯，所以我在厨房会待很久。但是当你做茶的时候，你要有所有的配料。而且，一杯美味的藏茶，美味藏在细节里。一杯美味的茶，美在细节里。你是否仔细地压碎盐？喜马拉雅山盐，你细细地研碎了吗？你有没有去找最好的香料？你有没有用非常好的黑茶砖？你有没有火候过大？你有没有浸泡足够长时间？甚至你在做午饭，或者你在为老师沏茶的时候，一杯普通的茶和一杯超棒的茶区别就在小细节里。这不是什么宏伟的事。为什么帕邦卡仁波切那么说呢？他说的是一个普通精神修行的人和一个真正特殊精神修行的人的区别，是在小事情上，在细节上。所以他说，别去打破这些小戒律。如果你做了承诺为人开门，那么余生也要为人开门。如果你做了承诺要先给房间里其他人饮料，那么余生也要这么做，不要去打破这些小承诺。这里我们看到有一棵圣诞树的装饰品，我们喜欢叫它完美世界的点睛之笔。所以不要忘了我们在做什么，尤其是你在学了笔的故事，
四步骤之后，一个到此地的人会尝试做什么？我们正在试着去设计我们未来的佛陀净土。这不是曼哈顿或者巴黎昂贵的顶层阁楼，不是那样的，别去那么想。这是一个完美的世界，这是你们在课前供养的曼陀罗。你正在尝试一部分一部分地建设完美的世界，这就是步步上道的内容。每一步都是种下完美世界的另一个种子，完美的星系，一个完美的宇宙。这就是我们正在做的，都来自于小事情，来自于你用心买哪种盐，确保酥油茶里面的黄油是新鲜的，确保你很努力为酥油茶去找最好的水，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确保茶的呈现是非常优美的，这些都是你建立佛陀净土的小事情。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展示圣诞树的原因。在我们家，在我成长过程中，这是一件大事。我们从政府得到许可，可以从森林砍一棵圣诞树，我们可以带回家，这是很大的工作量。然后我们会装饰，所有的孩子都在树上摆放装饰品。我现在也这么做。Veronica 喜欢这些圣诞树。然后你把最后一个电灯泡放在树上，你看着这棵树，你在这棵树上花了差不多2-3个小时，然后你说它需要再加一个灯泡，你把最后一个灯泡放上，然后看着它就说哇，现在它完美了。所以别忘了，刷牙可能会是你佛陀天堂圣诞树上最后一个灯泡。不要忽略，即使是很小很小的事情，如果有些事会给他人带来舒适或者幸福，那么就去做吧。因为你的佛陀天堂是由小装饰构成的。塔崩克仁波切说，不要轻视这些小戒律，不要轻视这些小承诺，不要轻视菩萨戒或密乘戒里你做的最小的承诺，绝对不要轻视，因为它们是你完成佛国净土的最后装饰。除非你照例这些小事情，否则你不会有个完整的佛国世界。而其他人记得的小事情不是大事情。所以如果你的目标是为了让他人开心，真的大多数就是小事情让人开心，而不是大动作，是小事让人开心。现在他不能进入佛陀天堂。他说，为了下世得到人身，你也需要小装饰。我有这样的画面。塔崩克仁波切说，看，注意小细节，你一天没有刷牙，也许下一世你就可能没有耳朵，也许你会得到一具没有耳朵的身体，或者鼻子扭曲成 U 型的身体。你要很小心，因为是你现在做的小事情创造你未来身体的所有细节。我认为人类身体大约有3万个工作部件，我相信大约有3万个工作部件，这些部件在一起工作是个奇迹，就像我朋友制造的高级瑞士手表一样。他是 Hesswater 先生。是小细节使它运作。
你身体里3万个部件的每一部分都是由许多小的业力创造的。所以如果你想要继续你的精神修行，这一般是数世的任务。如果你现在上道次第课程，如果你觉得我们学习道次第10年就已经很久，这是一个最少500年的项目。我对中国政府印象很深刻，他们一直有个5年计划、10年计划。我的政府诚实说，我们甚至没有一个5天计划或者10天计划。但如果你是一个道次第的学习者，你就有了一个至少500年的计划，也许是一个1000年计划。这意味着你得至少有7到10次人生，所以我们必须要小心地设计我们的身体。所以他现在不是在谈论佛陀净土，他说你必须观察小的事情，因为他们会帮助你回到有耳朵、有鼻子的身体上。要得到完美的身体，你必须持戒，但是你同时还要修菩萨的圆满。他们是什么呢？布施、持戒、成为一个好人、善待他人、不要生气，在拍摄道次第视频时享受其中，冥想和智慧。他说：“看，你们这些人把目光放在了高贵菩萨的事物上，但是基础是一直是善待他人。你可以非常慷慨，你可以修行6度圆满，你可以有菩萨的动机，你可以修行空性理解。但是如果你不持戒，那就是空，都是空的，都是假的，它没有一个坚实的基础。如果你不善待他人，无论你是一个多么伟大的学者或者冥想者，那都没用，它都是空洞的。所以去做你菩萨的工作，做你密乘的事情，但是确保基础是善待杂货店里的其他人。现在他在解决一个普遍的误解。他说：“看，你看到周围的人说，哦，这些戒律，所有戒律，谁能算得清？比丘戒、比丘尼戒，加在一起超过500条、600条了，太多了。那种非常实用的指导，比如吃什么、穿什么，如何打扫自己的房间。”这些是给下士道的修行者的，真的是给下士道的人，是给那些没有头绪的人的。这些中戒确实是给那些不够精致成熟的人的，也许是给印度的牦牛牧民或奶牛牧民的。清扫你的房间，摆放你的水杯等等。他说，我们这些高阶修行者，我们这些更为精致成熟的修行者，有着更高的正常智商和更高的精神智商。这只是一个麻烦，没必要的麻烦。戒律是为简单的人而创造的。我不是一个简单的人，我是一个精致成熟的现代人。我明白戒律对印度的村民是有用的，但是我现在住在曼哈顿，我们精致成熟，巴黎、
北京、深圳，我们精致成熟。瓜达拉哈拉，我们不需要这个，我们需要更崇高的东西。我们需要更高的东西。苦豆切就是屁股痛。密宗，秘密语言的方式，这是真正的快速通道。我是一个走快速通道的人。实际上，按照我的理解，这是一种错误的观点。我现在是在重复一个错误观点。依我的理解，读诵当天，在密宗里，你可以运用意识三毒作为达到更高目标的宇宙飞船。你可以运用愤怒，你可以用性，你甚至可以用你的误解作为宇宙飞船。那是密宗的特质。请不要从视频中脱离上下文截出这段陈述。我只是在翻译。他说要遇见这个切贝抽切。你看见人们说这足够了，我是这个优雅的、精致成熟的金刚乘修行者。我不像这些村民需要被教会如何打扫他们的房间，如何摆放水杯和其他东西。我在快速通道上。然后你会看见他们变得越来越糟。他们说酒精是金刚乘的一条通道。我要喝一滴，然后第二天我要喝一口，然后下周他们就需要一瓶。我见过这样的人，我真的见过这样的人，他们毁了自己的人生，通过滥用金刚乘的观点，滥用金刚乘的实质。我见过，他们就毁了他们的人生。他们毁了他们的人生。他说你会看到这样的人，有那样的人存在，但我要告诉你，你可以是金刚乘修行者，但是你必须手持你的戒律，你必须手持你的十善德，因为那是驱动密宗的引擎。好好手持戒律，好好手持菩萨戒，是驱动密宗的引擎，驱动金刚乘。所以不要轻视它，不要说我已经超越了，尤其是不要在用东西时犯错，酒精、肉、性之类，以为你已经境界很高，你可以随意而为，你可以用愤怒。我这里有张男士的照片，他就像是说我是大卫的金刚，在工作时我用我的密宗修行，我对人们喊叫，并且我自己幻想成有12只手臂的蓝色生物，我对每个人大声喊叫，但是这只不过是一个密宗修行，我在进行这种高阶的密宗修行。然后他说算了吧，帕邦克仁波切说算了吧，你看见人们那样做，他们是被欺骗了。为什么？然后他引用了一段著名的密续，叫做这是密宗著名的密宗，叫做苏婆呼童子请问经。这个人的名字是苏婆呼，这里是引文，谁在说？是密宗，谁教的？佛陀以最高形式教授的，佛陀以这种很高很高的形式教授的。他说这是一个非常有力的陈述。他说看，我是佛陀，我在给你们佛陀的直接要记，直接来自佛陀的话，我正在给你们直接来自佛陀的教授。我教这些戒律，这些基础的最根本的戒律，我教授这些。如果你恰巧是一个密宗修行者，你在修金刚乘，
如果你恰巧不是一个比丘或者比丘尼，我唯一允许你不需要手持的就是僧袍和僧人的仪式，好吗？如果你是一个居士，而你手持密戒，我允许你唯一不需要手持的就是僧袍和僧人的特殊仪式。他们有不同的水壶之类的东西，但是其他你需要手持的，换句话说，除了你的衣服，我期望你成为一个比丘或比丘尼。你想成为一个密宗修行者吗？那么我期望你内在是一个比丘或比丘尼，外在上你仍然可以穿西装打领带，但是内在上你想要修行密宗，你必须遵守这些基本戒律，你必须要遵守这些基本指导原则，是我在戒律里为你们列出的。好了，我们有点跑远了，很抱歉。有时候帕邦卡仁波切会多讲些东西。我认为，如果我们关注小节，这真是个非常美丽的主意。这会让他人快乐。我们在为我们的佛国世界画龙点睛。酷，下次再见，谢谢。